噗嗤，一道鲜血又从邱福口中喷出，那鲜血落地，竟滋滋作响，腐蚀出一个个微小的坑洞。江源一脸着急，他的双眼瞪得如同铜铃一般，额头上的青筋都因为紧张而暴起，大声喊道：邱福兄，没事吧？邱福微微摇了摇头，尽管脸色苍白如纸，嘴角还残留着血迹，但他的目光却坚定地看向萧炎。他深吸一口气，声音虽有些虚弱，却依然清晰：萧兄，刚刚那是空间树妖王，它存在于一些特殊的空间之中，极为凶厉，并且带着极其强大的毒液。刚刚我与他交手之下，不慎中了对方的毒液，或许要不了几日，我的血液就会被毒液吸干，并且腐蚀我的道体和神魂。对于空间树妖王，萧炎了解的并不多，只知刚刚那攻击来势汹汹，若不是邱福及时出手，自己恐怕要陷入极大的麻烦。我这里有一颗神丹，可以助邱福兄快速的恢复伤势，但是至于空间树妖王的毒液，不能保证可以驱除，除非找到空间树妖王的本体，从他的身上获取一些更多的毒液，或许可以炼制出对症的神丹。虽然对邱福兄有着怀疑，但是毕竟刚刚是他出手，不然的话自己肯定会被那突如其来的空间树妖王所击中，说不定中毒受伤的就是自己了，算是欠了对方一个人情。萧炎说着，抬手从纳戒中取出一枚神之七品神丹。当神之七品的神丹出现在他掌心时，神丹散发着柔和的七彩光芒，光芒流转间似有星辰闪烁，隐隐传来阵阵清香，令人闻之精神一振。然而就在众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神丹之上时，萧炎的脸上浮现出一副若有所思的模样。紧接着，在所有人都未曾察觉的瞬间，一团如墨般浓郁的黑色火焰从他指尖悄然飞出，瞬间融入那神之七品的神丹之中，神丹表面的光芒微微一闪，变得更加深邃莫测。萧炎随手将融入了黑色火焰的神丹丢向邱福，动作看似随意，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力量。邱福伸手稳稳接住神丹，他将神丹置于眼前，目光如炬，仔细地打量着。他的眼神中透露出一丝警惕，他反复检查着神丹的每一处细节，确认无误后，对着萧炎拱手，感激之情溢于言表。多谢萧炎兄的七品神丹。声音虽然带着一丝虚弱，但却充满了感激。旋即，邱福将七品神丹放入口中，神丹入口即化，一股磅礴的药力瞬间在他体内散开。他立刻运转周身神力，神力如滔滔江河般在经脉中奔腾不息，迅速地分解着神丹的药效。只见他的身体微微颤抖，额头上冒出细密的汗珠，脸上时而露出痛苦之色，时而又有惊喜闪过。几分钟的时间，在这紧张的氛围中，仿佛过了一个世纪。渐渐的，邱福那原本苍白如纸的脸颊开始恢复红润，他的气息也变得平稳而有力。他缓缓睁开双眼，眼中闪过一道金光，站起身来，活动了一下筋骨，只觉浑身充满了力量，实力似乎还隐隐有了一丝突破的迹象。他看向萧炎，眼中满是感激与敬佩。萧兄赠予我的这枚七品神丹果然恐怖至极，居然使我的半道神力都变得强大了许多。你的天赋的确不错，神丹中的能量居然被你吸收，并且顺势提升了一丝修为。虽然伤势好了，但是你体内的空间树妖王毒液并非100%驱除。闻言，邱福深深地叹了一口气道：没事，这也不怪萧兄，你能出手赠予我这枚七品神丹已经是帮助我了，至于体内的毒液，我自己会想办法，给萧兄添麻烦了，就此告辞。说着，邱福便是示意让其余4位大道散修者离开此处。然而这时那位江源却开口道：邱福兄，刚刚萧兄不是说了，只要找到空间树妖王，获取更多的毒液，就可以研制出化解其毒液。如果我们离开这里，恐怕就更不会遇到空间树妖王了。对啊，邱福兄，那空间树妖王一直生存于特殊的空间中，而这里的空间似乎都有些与众不同，说不定刚刚对萧兄出手的空间树妖王，就正躲在暗处窥视着我们。另外一位大道散修者附和的沉声道：即便是这样，我们又如何寻出空间树妖王真正的藏身之地？而且对方能够在空间中自由穿梭，想要抓住他十分的困难。邱福摇摇头，对于想要找到空间树妖王的机会非常的渺茫。然而就在话题到了这里，其中另一位大道散修者却将目光看向了萧炎，后者也感知到了对方似乎有话要说，但并不好意思开口。兄台，你有话就说。萧炎淡淡的开口道：萧兄，其实想要找到空间树妖王，或许你可以。萧炎双眼一眯，带着审视对方的眼神扫了扫：我为什么可以？传闻空间树妖王虽然可以自由穿梭间之中，但他最怕的就是神火，只要释放出3种以上的神火，就能够逼得空间树妖王亲自现身。这位身披紫灰袍的男子，旗袍上符文闪烁不定，他向前踏出一步，目光紧紧锁住萧炎，继续讲道：所以这里最有可能拥有3种神火的就只有萧兄一人了，所以还请您出手抓住空间树妖王。此言一出，萧炎眉头微皱，
心中疑云顿起。自己与这些大道散修者不过初次相见，对方却对自己身怀多种神火之事了如指掌，这着实令人费解，不得不让他引起怀疑。这些大能者似乎对自己很是了解。萧炎目光一凝，直视着眼前那位紫灰袍男子，好奇地问道：“你是怎么知道我身怀多种神火？”萧炎的声音在这寂静的空间中回荡着，而邱福也在第一时间敏锐地察觉到萧炎心中的疑惑，他急忙上前一步，双手抱拳，满脸歉意地解释道：“萧兄，其实是我之前与这几位兄弟说的，因为毕竟你的天赋和强大的实力让我十分的敬佩，与他们聊天的时候就会情不自禁聊起你，还请萧兄不要介意。”他的眼神中满是诚恳，希望能消除萧炎的疑虑。那位大道散修者也连忙点头，附和道：“对，就是邱福兄之前与我们说的。”他的声音带着一丝紧张，似乎生怕萧炎会因此而生气。萧炎微微沉吟，见邱福如此诚恳，也没有在这个问题上继续怀疑下去。他深吸一口气，沉声道：“好吧，这次我就出手试一试，能否与你们所说的一样，施展3道神火，逼出空间树妖王。”话音刚落，萧炎双手快速结印，刹那间，一股强大的炙热气息从他体内爆发而出，周围的气流被这股炙热的气息冲击得四处飞散。紧接着，3道神圣的神火从萧炎的掌心呼啸而出，分别是纯净如雪的白色神火、灵动四风的青色神火，以及深邃如灵的绿色神火。白色神火散发着圣洁的光芒，宛如一轮烈日高悬于空，其温度高的足以将一切物质化为灰烬。青色神火如青色的蛟龙般灵动，所过之处，空间都被切割得支离破碎。绿色神火则带着浓郁的生命气息，却又蕴含着毁灭的力量，仿佛能焚烧世间一切邪恶。3种神火交织在一起，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力量，如汹涌的浪潮般横扫天地。瞬间，这片空间的温度急剧飙升，周围的气流被点燃，化作熊熊燃烧的火海。空间被高温灼烧的扭曲变形，发出嗤嗤的声响，仿佛随时都会被火焰给焚烧崩塌。那4位大道散修者见状，脸上露出震惊不已的神情，他们瞪大了双眼，嘴巴微张，被眼前这壮观的景象所震撼。其中一位散修者忍不住惊呼出声：“这就是3种神火齐出的力量吗？简直太恐怖了！”他的声音中充满了敬畏与对萧炎3道神火的震撼之感。幻虚万化炼狱，给我寻出空间树妖王隐秘的位置！萧炎怒目圆睁，声若雷霆，在这片红蓝海域的上空炸响，震得海域之水都掀起了万丈巨浪。旋即，萧炎猛地一抬手，仿若得到了指令，带着霸道绝伦的咆哮，以萧炎为中心，如汹涌的潮水般朝着四周的空间急速蔓延开来。3种神火交织在一起，形成了一片浩瀚磅礴的恐怖火海。火海所过之处，任何物质在这恐怖的高温下都如同脆弱的纸片，被轻易的焚烧吞噬。即便是看不见实质以及摸不着的空间，也在3种神火毁灭的力量焚烧下，发出嗤嗤嗤的脆响。一道道深邃的空间裂缝如蛛网般蔓延开来，空间被灼烧的扭曲变形，仿佛随时都会崩塌。仅仅不到几秒钟的时间，火海已然将这里的空间完全笼罩。下方那片红蓝交织的海域也在3道神火交融的火海下，海水瞬间沸腾，发出咕噜咕噜的声响，蒸腾起滚滚的水蒸气，形成了一片壮观的云海。蒸汽在火海中翻滚，发出嘶嘶的声响，如同被灼烧的生灵在痛苦哀嚎。然而很快，在一处遥远的区域，那是天际的边缘，突然传出一声痛苦的咆哮声。啊！那声音好似来自9天之外，充满了无尽的愤怒。只见那黑色的空间树妖王足有数百丈之高，身躯粗壮如巨大的山峦，表面布满了深黑色的鳞片，鳞片间流淌着墨绿色的粘液，散发着刺鼻的腐臭气息。它的枝干如狰狞的手臂，挥舞间能撕裂空间。此刻，它如同黑色的闪电，撕裂空间，朝着下方的红蓝海域疯狂地穿梭而去。想跑！萧炎见状，眼神一凛，体内的大道神力汹涌澎湃起来，神行7步，瞬间施展而出。他的身体仿佛化为了一道流光，速度之快，在空中留下了一道道璀璨的残影。每一步的跨出都伴随着一阵空间的扭曲和震荡，脚下的虚空都被踏出一个个深邃的脚印。邱福以及那4位大道散修者看得目瞪口呆，眼中满是对萧炎的强大而感到震撼之色。这是什么身法？即便是我们都不及对方1/3的速度啊！他们的嘴巴张大，仿佛能吞下一个拳头，眼神中透露出对萧炎恐怖身法的惊叹。萧炎跨出的一步几乎可以追上空间树妖王的速度，然而树妖王的速度似乎更快一些，毕竟空间就是他的主场，竟从萧炎的身前一闪而过，一头冲入了下方的红蓝海域之中。轰！溅起的巨大水花足有数万丈高，在神火的映照下闪烁着五彩斑斓的光芒。那海水被高温瞬间蒸发，
形成了一团巨大的蒸汽云，将树妖王的身影暂时遮蔽。萧炎眉头紧皱，眼神中透露出一丝坚毅，毫不犹豫地朝着海域一涌而下追去。萧炎施展神行7步后，整个人如同一道划破黑暗的流星，速度快到极致，带起的空间气流在身后形成了一条长长的尾迹。眨眼间，他冲入了海域，海水在他强大的气势冲击下向两边分开，溅起高高的水花。海域中，萧炎敏锐的目光瞬间捕捉到远处那空间树妖王穿梭的身影。空间树妖王在海水中游动的姿态极为诡异，它的枝干如同灵活的触手在水中滑动，所过之处，海水都被搅得一片浑浊。逍遥步！萧炎大喝一声，为了能够擒到空间树妖王，他直接施展出神行7步中第6步逍遥步。此步一出，他的身形瞬间变得飘忽不定，仿佛不受空间的束缚一般。他的身体时而出现在左侧，时而又闪现在右侧，如同鬼魅一般。逍遥绞杀！萧炎手掌对着空间树妖王庞大身躯，然后用力一捏，一股恐怖的力量从他掌心爆发而出。空间树妖王周围的空间瞬间如同脆弱的玻璃一般被捏爆而开，空间碎片如同一粒粒闪烁的星辰在海水中四散飞溅。空间树妖王露出无比震惊的目光，他的眼睛瞪得极大，眼神中充满了恐惧和难以置信，仿佛在说对方的速度怎么比自己还快还恐怖。空间凝结术！空间树妖王也反应极快，在遭受攻击的瞬间便开始反击。他身上的墨绿色粘液剧烈地蠕动着，散发出一股刺鼻的气味。他将刚刚破碎的空间再次凝结起来，这一过程中，周围的海水被强大的空间力量挤压地形成了一道道巨大的水柱。最终，这些破碎的空间化为一颗无形的空间巨球，这巨球散发着幽冷的光芒，内部仿佛蕴含着无尽的黑暗，朝着萧炎洞穿而来。刷刷！萧炎见状，眼神一凛，立马施展出牵引归一尺。刹那间，千道尺影在他身后浮现，这些尺影闪烁着五彩的光芒，每一道都蕴含着强大的力量。它们如同灵动的精灵，围绕着萧炎快速旋转，发出嗡嗡的声响。最终，千道尺影合为一，形成了一道破坏力极强的归一尺。归一尺上符文闪烁，散发着恐怖的神迹力量。这道神迹神尺与那颗空间巨球狠狠撞击在一起，碰撞的瞬间，整个海域深处仿佛被一道巨大的能量吞噬，空间崩塌，一道道空间裂缝如同狰狞的巨口在海水深处蔓延开来。海水被这股强大的力量冲击得四处飞溅，形成了一片巨大的水幕。整个海域中掀起了道道漩涡，漩涡如同巨大的黑洞，不断地吞噬着周围的海水。海底的礁石被连根拔起，巨大的珊瑚礁也被震得粉碎，宛如海底陷入末日一般。片刻之后，漩涡缓缓散去。萧炎警惕地环顾四周，却发现空间树妖王的庞大身影已经消失在了原地。在逍遥步的感知范围内，按理说空间树妖王应该无法从我的眼中逃脱才对，可是为什么对方刚刚逃离时我没有任何的感知，就好像凭空消失了一样？萧炎的眉头紧紧皱起，心中暗自揣测，难道是对方利用自身强大的空间之力逃脱走了？萧炎在这昏暗且波涛仍未完全平息的海域中仔细打量了一下，海水在他的注视下微微荡漾，却没有任何异样的迹象。就在萧炎即将准备离开这危机四伏的海域深处时，眼角的余光瞥见那海域之下的虚无处，空间像是被一只无形的大手轻轻拨弄，泛起了丝丝涟漪。在那里，萧炎瞬间警觉起来，他一步踏出，施展逍遥步的玄妙，身影如灵动的飞鸟般轻盈，又似超脱尘世的仙人般逍遥，眨眼间便出现在了那方虚无之中。这里没有海水的涌动，没有任何物质的存在，只有一片无尽的混沌，也没有时间的概念。刚刚这里好像有空间波动，可这里是一片虚无，没有物质，即便对方拥有空间之力，也根本无法藏匿其中。萧炎眉头紧锁，暗自思索着，他的眼神中透露出一丝疑惑，同时又夹杂着一丝好奇。难道这里真的存在着某种神秘入口？萧炎的心中确定了这个大胆的想法，目光变得更加坚定。之前坟老所说的，这里似乎存在着某种火焰的本源，而且存在又不存在的说法一直在萧炎的心头荡漾，因为这里的一切都给他带来了前所未有过的场景。为了解开这里的谜团，萧炎的身影如一道流光，朝着海域之上掠去。